从王一博的活着的感觉说起，为什么我们这代人越来越迷恋在岩壁上找虐困难与努力，让我有活着的感觉？当王一博在探索心境2的攀岩挑战中，对着镜头真诚地说出这句话时，屏幕外的我确实被触动了一下。大家看着他勇攀峭壁，分享内心的挣扎与坚持，一方面佩服他的胆识，另一方面也被他传递出的那种在困境中看见真实的自己，为热爱的事活出生命极致的精神所打动。其实不只是王一博，你看谢霆锋常年被拍到穿着专业装备死磕陡峭岩壁，他把攀岩和帆船、越野并列，视为认真在玩的硬核爱好。好莱坞巨星贾瑞德·莱托曾跟着攀岩传奇亚历克斯·霍诺德去野外攀岩，甚至自曝在岩壁上经历过生死。一线，这些名人的经历确实向大众展示了攀岩的无畏与自我探索，给这项运动加了不少滤镜。每次看到明星去挑战极限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作秀或者流量密码。但抛开这些光环，当你真正站在岩壁下，抬头看着那些密密麻麻的岩点时，你会发现，这项运动根本不在乎你是谁，他只在乎你敢不敢伸出手。名人攀岩是他们的修行，而在他们背后，有更多普通人正在沉默的岩壁上完成着属于自己的精神突围。01李然，在岩壁上找回心流的都市破局者，在北京的另一端，程序员李然也在岩馆里找到了自己生活的节奏。据行业媒体说，2025年国内攀岩热度直接起飞，全国商业岩馆超过了800家。越来越多都市人把攀岩当成了健身新宠，有人清晨7点就去岩馆磕线，也有人下班后直奔岩壁，只为告别办公室的沉闷。李然就是其中之一。几年前，他偶然刷到同事的攀岩短视频，脑子一热就去试了。结果第一次上墙就被现实狠狠教育，挂在半空中，手臂酸胀到发抖，死活找不到下一个落脚点。我当时觉得自己像个被翻过来的乌龟，李然笑着自嘲，明明只有3米高，感觉像30米那么绝望。但正是这种狼狈，激起了他骨子里的好胜心。他开始死磕攀岩技巧，发现这运动远比想象中复杂。每条线路都像一道精密设计的谜题，岩点的朝向决定抓握方式，身体倾斜影响重心分布，连呼吸节奏都会左右成败。他开始在下班后独自留在岩馆，一遍遍尝试同一条线路，记录失败原因，调整策略再战。坠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李然说，垫子会接住你，重要的是你敢不敢再来一次。攀岩带给李然的不仅是体能的提升，更是一种极其珍贵的心流体验。在高度集中的攀爬中，他仿佛忘记了时间，忘记了 KPI 和房贷，整个世界只剩下眼前的岩壁和下一个岩点。看完李然的故事，我特别有共鸣。咱们现在的都市人，每天被各种信息、人际关系和职场压力裹挟，大脑就像一台永远不关机的电脑，后台跑满了焦虑。攀岩其实是个特别好的物理外挂，在墙上你没法想工作，因为一旦走神就会掉下来。那种被迫的绝对专注，反而成了现代人最奢侈的心流体验。至于爬完墙，和3-5好友开一瓶冰镇的梅见青梅酒，大家一边复盘今天的线路，一边碰杯。那种酸酸甜甜、清爽解腻的口感划过喉咙，真的能把一天的疲惫和肌肉的酸痛都化解掉。这不仅是身体的放松，更是精神的软着陆，让人觉得一天的专注终于有了归宿。02苏远，伤痛之后学会与岩壁和解。如果说李然是在寻找出口，那苏远的故事则是一场与自我的深度对话。苏远曾是个攀岩好手，但在27岁这个运动员的黄金年龄，他在一次 V5级别的抱石挑战中撕裂了肩关节盂唇，重重跌落，医生下了通牒，这可能终结他的竞技生涯。出院后，他把装备束之高阁，找了个朝9晚5的设计工作。但身体很诚实，上班时他会偷偷做指力练习，看到工地上的脚手架也忍不住手痒转机。出现在一个雨夜，他偶然走进一家新岩馆，从最简单的墙面开始，一条只有4个岩点的 V0线路，他爬了将近1分钟。从那天起，他每周清晨都去岩馆报道，因为右肩无法再做爆发性动作，苏远不得不彻底改变攀爬方式。他开始练习用脚勾岩点，把重量更多交给腿部和核心。同时，他学会了读线，用眼睛观察岩点的朝向和纹理，在脑子里预演重心移动的路径。过去他仰赖蛮力，现在他依靠观察和规划，他逐渐理解了教练常说的3点平衡。这不仅是技术要领，更像是一种生命的隐喻。在岩壁上，绝对稳定是虚幻的，真正的平衡存在于持续的微调之中。他回想起自己攻克那条 V4线路的经历，曾经硬闯失败10几次，
后来他停下来静坐10分钟，换个思路，从旁边更容易的线路切入，利用交叉脚和身体扭转，避开了最难的反手点，顺利触顶。悬挂在终点的瞬间，一种久违的平静从体内升起。他深知是伤痛让他学会了谦卑的接纳身体的边界。春天，苏远跟着岩友去了真正的自然岩场，面对花岗岩裸露的岩壁，他的心境更加澄明。山谷的松涛与溪声伴随着攀爬，他的目标已不再是征服，而是理解与共鸣。苏远这段经历真的让我看得很触动。极限运动最怕的就是伤病，但苏远最牛的地方不是他重返岩壁，而是他换了一种活法。以前靠蛮力，现在靠脑子。他悟出的那个3点平衡，其实特别有哲学意味。人生哪有绝对的安全感？所谓的稳定，不过是你一直在根据环境做微调罢了。当他站在自然岩壁前，不再想着征服，而是去感受时，他才真正和这项运动和解了。训练结束的夜晚，他偶尔会倒上一杯梅见青梅酒，温润的酸甜与冰爽回甘，犹如对一天专注攀爬的奖励。细细回味身体与石壁接触的记忆，想到康复初期的灰暗日子，他反而满心感激。这种历经千帆后把伤痛化作力量的平静，真的比拿冠军还要迷人。03小夏，放下执念，做女孩们的引路人。有人为逃避而上墙，也有人为追寻而上墙。小夏属于后者，但她的路走得更为曲折。大学毕业那年，小夏路过一家新岩馆，透过玻璃窗看见有人在墙上自如移动，觉得挺酷的，就走进去报了名。第一次上墙，他挂在半空中，进退两难，手臂抖得像筛糠，最后是教练用牵引绳把他救下来的。朋友开玩笑，就你还攀岩？别把腰闪了。他没反驳，但心里憋着一股劲。从那以后，他每周都去岩馆。攀岩远比看上去难，90、100分号的时间他都在失败，手滑、脚滑，体力不支。有几次他坐在垫子上偷偷抹眼泪，但第二天他又准时出现在岩墙下。前期其实都是在煎熬，他说，但当煎熬完之后，你成功了，那种快乐比普通的快乐要强烈得多。毕业1年后，小夏辞掉安稳的文职，开了一家自己的岩馆。最热闹的时候，墙上爬满了5颜6色的身影。但高昂的租金、激烈的竞争、个人经历的透支，最终让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决定，关掉岩馆。看着那些熟悉的岩点被拆下来，心里空了一块。他说，但他没有沉溺在失落中。关掉岩馆后，他把重心转向线上，用文字和视频记录攀岩心得。他发现，通过网络，他能触达更多对攀岩感兴趣的人，尤其是那些和他当初一样，站在岩墙下犹豫不决的女孩。小夏开始组织小范围的女性攀岩体验活动。他发现，很多女孩对攀岩抱有这是男生运动的刻板印象，总担心自己力量不够。小夏从不讲大道理，只是默默的示范、鼓励、陪伴，让每个人以自己的节奏去体验，无论是选择安稳的生活，还是尝试冒险的生活，没有哪种生活更好。小夏说，关键在于走你自己喜欢的那条路。小夏的故事其实特别有代表性。很多女孩一开始对攀岩都有顾虑，但小夏用行动证明了，攀岩从来不是比拼绝对力量，而是技巧、柔韧和意志力的综合。我特别佩服她关掉岩馆后的态度。创业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热爱。她把实体馆搬到了线上，去帮助更多犹豫的女孩，这种格局一下就打开了。她那句没有哪种生活更好，真的是人间清醒。咱们攀岩，不就是为了在一次次试错中，找到那条自己真正想走的路吗？放下对拥有的执念，去追求体验的极致，这才是真正的库林寺攀登的意义。在坠落与尝试中，看见更好的自己。王一博在《探索心境2》的最后一集里说过一段话，不太喜欢去做别人鼓动他要做的事。攀岩是他主动选择的热爱，不迎合外界的定义与鼓动。正是在一次次直面困难、全力攀登的过程中，让他真切拥有了鲜活的活着的感觉。他在节目中一次次站在深水报时前，汗水和紧张感真实可见。对于李然、苏远、小夏来说，攀岩也许不再关乎竞技成绩，而是生活态度的映射，无畏、专注、敬畏自然，在坠落与尝试之间，找到面对自己的勇气。最后，我想说，不管是明星的屏幕叙事，还是普通人的群像故事，攀岩这项运动，本质上是在教我们如何面对失败。在岩壁上，掉下来是常态，触顶才是偶然。但正是这一次次的坠落，让我们学会了如何重新挂上安全绳，如何调整呼吸，如何再试一次人生，不也是这样吗？咱们都在各自的岩壁上攀爬，有时候会被生活狠狠摔在垫子上，有时候会像苏远一样遭遇伤痛的死局，有时候会像小夏一样面临热爱的失去。
但坠落并非终点，无论是在岩壁上的探索，还是人生中的起伏，只要我们无畏前行，敢于伸出手去构下一个岩点，终能在那片广阔天地里看见更好的自己。那种在困难与努力中迸发出的活着的感觉，将永远是我们生命中最极致的奖赏。